嗨，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 Andrew， 有我一切都安然。这是一个以医疗和社会工作为主的频道，提供白话医疗、照顾技巧、社会福利与服务输送等资讯，给社会大众、社工系的学生，或是正往社工生涯前进的每一位，一些滋养或是工作技巧等知识，希望对你有帮助。喜欢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少年法庭剧中有关青少年恢复中心与剧情的内容，来跟大家谈谈安置机构、儿少及委托单位三角的关系。我们会分4集来做说明。每年都有不少的社工系的毕业学生投入社会工作的职场。一般来说，有大部分的人都会投入青少年的社会工作，其次是儿童的社会工作。青少年的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领域里面最早直接与个案的主体一起工作的阶段。这时候有人就会问，不是儿童比青少年还前面吗？为什么儿童工作的主体不是儿童呢？这个是在医院面试新进社工的时候，主考官问你喜欢哪一科、哪一个病房，大多数的女生都会这样回答：儿科病房。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小朋友。听到这里，主管都会笑一下。果然生的是菜色工。因为跟儿童工作，主体是儿童没错，但是工作的对象通常就是成人，孩子主要照顾者，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祖父母，而不是儿童本身。除非有一种状况，你在儿童为主的安置机构里面工作。说到安置机构，少年安置机构是最辛苦的少年社会工作里面的一环。剧情里面有提到有关吃东西的事件，主任和少女对于这一件事情的看法有所不同，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人都会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就如安置少女住院开刀这件事，也有所不同，最后还是被法官揭穿了谎言。多半若无第三者的话，是很难破解到底是谁对还是谁错。你也可以不公平的处理这件事情，但是这只会影响彼此的信任关系，很快就会没有。机构挪用政府补助的部分，这是一件常见的事情，就是社工薪水都有人敢挪用，不然新闻上社工薪水回捐是假的新闻吗？为什么机构要挪用补助款呢？第一个，中饱私囊；第二个，掉头寸；第三个，补助不足。剧中应该讲的是第二种，拿补助去贴补医药费。现实的社会工作中，以方案养方案是最常见的一种做法，因为没有一个方案是完全不需要自筹款的。即便是政府补助的政策项目的方案，也都不是完全你编什么都可以核销。所以平日机构开销，假设有 A、B、C、D、E 5种，那申请甲方案可以得到 A、B、C，
申请乙方案可以得到 D 跟 E 的补助，那剧中虚报方案申请方案却用假单据做核销，这是犯法的。在临床上，不专业的单位经常是如此来做。若是一中饱私囊，就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这没有什么好说。如果是三补助不足，是常有的事。非营利组织不是就是要自己募款吗？换一个方向来说，安置是谁的工作呢？先说一个概念，叫做法定服务，就是法律规范政府要做的工作。安置机构是其中的一种法定服务。比如说，就像北、中、南这三个地方，有所谓的卫生福利部儿童之家、北区儿童之家、中区儿童之家、南区儿童之家。各县市政府不一定有能力办理这样子的机构，就像民间单位合作，按人头计算，每名个案补助多少安置费用。如果是公设民营的模式，就是政府出场地，民间出人力，结果不足的还是要民间组织自己想办法。这种生意只有在社福单位才会出现，为了孩子会想办法把钱生出来，笨笨的做下去。听明白了，你就可以知道，可能有些纯民间的单位怎么办？当然有很多东西能省就省，能用免费的就用免费的，最后物资在儿童机构塞到满出来。少年机构没有什么可爱的少年，就没有什么民众的爱心。在台湾，主要以机构为法人的主体，受到国家、县市政府委托单位的评鉴与稽核。为了确保品质，但仍有新闻揭露丑闻，剧中的机构就最后还是没有倒。套一句剧中的一段话，原本是国家该承担的事，却只能依赖个人的牺牲奉献来达成。这件事也可以说明台湾的问题。法定服务本来是国家自己要做的事，因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要没有太夸张，谁都不敢要求机构解散，特别是机构收容人数过多的单位。如果出了事，机构有50个个案，别说那么多，剧中有8个少女，如果重新找安置机构，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大部分就加强辅导、接管机构，最后实在不行才会让机构关门。这个就是社会工作管理里面讲的新管理主义种下的后果。接下来的影片分别会讨论安置机构的类型与个案，安置机构的经营与功能，比较偏重一些临床的服务。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